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如果一个女生她的人生只能二选一，第一是身体随时都保持在非常湿润的状态，湿到可能内裤一天要换好几条，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困扰。第二是在最关键的亲密时刻，身体却完全干涸，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这个问题其实藏着两性关系里一个最深的秘密。嗨，我是 Suki， 一个专门在探讨这些秘密的两性专栏作家。今天我想以一个女性的角度，不带任何攻击性地告诉你那些男人最想知道，但女人却很少说出口的真心话。刚刚那个问题听起来两种极端都很困扰，对吧？但好消息是，其中一种，特别是关键时刻没感觉的状况，其实有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而答案就藏在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前戏三部曲里面。很多男人其实都做对了前两步，但往往就是忽略了最关键的第三步，结果导致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这决定成败的第三步究竟是什么？我们一步一步来看。所谓的前戏三部曲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亲吻、爱抚以及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善用工具。第一步和第二步，亲吻与爱抚，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基础，是建立亲密感的开始。但这里有个重点，很多男人都做错了。妇产科的专家医师特别提醒过，绝大多数的女性身体对于两种触觉的反应是最好的，一种是轻柔的抚摸，另一种是细微的震动。注意到了吗？是轻柔的，不是用力的。很多男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轻轻的。我给你一个比喻，女性的身体就像一把非常名贵、非常敏感的小提琴。如果你拿到这样一把琴，你不会抓起琴弓就用尽全力在琴弦上胡乱的急躁的拉扯，对吧？那只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噪音，甚至可能会磨损脆弱的琴弦，对这把名贵的乐器造成永久的伤害。很可惜，这就是很多男人在做的事。他们太心急，太想直接奏出华丽的乐章，结果却从一开始就弄出了噪音，让听者，也就是你的伴侣，瞬间就皱起了眉头。而真正懂得演奏的大师会怎么做呢？他会先极其温柔地用指尖去感受琴身的温度和木头的纹理，这是在建立一种连结，然后他才会让琴弓轻柔的、温柔的搭上琴弦，拉出第一个悠扬绵长的单音。这个过程就是在唤醒这把乐器。对应到前戏里，这个悠扬的长音，就是那些温柔的大面积的抚摸，是那些轻微的让皮肤产生愉悦酥麻感的震动。它不是为了立刻达到高潮，而是在告诉你的伴侣，嘿，放松，这将会是一段美妙的旅程，我会好好的对待你。这就带我们来到被无数人忽略的前戏的第三部曲，善用工具。这里的工具最核心、最基础的就是润滑剂，甚至也可以是一些能辅助制造细微震动感的情趣小物。很多男人对润滑剂有个天大的误解，以为需要用润滑剂就代表我不够有魅力，没办法让它自然湿润。兄弟，这个观念真的要改一改了。这就好像说，一个顶级的厨师用了一把好刀，就代表他厨艺不精吗？当然不是，工具是为了让体验升级，是为了让整个过程更完美。而且现在的润滑剂功能早就超乎你的想象了，它不仅仅是解决干涩的问题，有些会带有淡淡的香味，比如草莓、蜜桃，它能从嗅觉上就开始营造一种浪漫甜美的氛围。而更厉害的是一些带有热感功能的润滑剂。为什么热感这么重要？专家提醒我们，女性的身体天生就不喜欢冰冷的感觉，
觉。你仔细回想一下，在一个很放松、很温暖的时刻，如果突然有一滴冰冷的水滴在你的皮肤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瞬间全身一紧，打个冷颤，所有的毛孔都缩了起来？女生就是这样，冰冷的感觉会触发身体最本能的防御机制，它像一个警报，会向它下意识地关闭自己，身体会变得紧绷，防备心会升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生可能觉得自己很体贴，用了润滑液，但女生反而更紧张了，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润滑液是冰凉的。但相反的，温热感呢？你想象一下，那是一种像冬日里的暖流一样，慢慢的、温和的渗透进皮肤的感觉。它不会造成任何刺激，只会带来全然的舒缓。它在用温度告诉他的身体，这里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你可以彻底的打开自己。这种温热的感受不只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它能瓦解掉最后一丝的防备，让他从内到外都处于一种完全信任和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你之前所有的轻柔抚摸效果都会被放大好几倍。所以，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小提琴的比喻，如果说轻柔的抚摸和亲吻是演奏家温柔的唤醒乐器，那么一款好的带有温热感的润滑剂，就是那个在正式演奏之前涂在琴弓上的最顶级的松香。松香本身不是主角，它不会发出声音，但它能让琴弓和琴弦的每一次接触都变得无比的顺滑、流畅、饱满。它能让整场演奏的体验从还不错直接升级到宛如天籁。它能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迷人的光泽。说到这个，你或你的伴侣偏好哪一种，或是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在留言区跟兄弟们分享一下吧。听起来很简单，对吗？亲吻、温柔的抚摸，再买对温热感的润滑液，一切就完美了。但等等，很多男人恰恰就是在学会了这些技巧，拿到了松香和琴弓之后，反而犯下了一个最致命而且最无法挽回的错误。专家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警告所有男性，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直捣黄龙。也就是说，不要一上来就拿着你自以为是的技巧，直接去刺激那个大家普遍认为最敏感的部位。这种急躁的行为会造成一个你完全无法想象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后果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个后果引出了我们今天这支影片，也是所有两性关系中关于亲密行为的最高金律。如果你今天只能记住一句话，请你记住接下来这一句。妇产科专家用他从业几十年、看过无数案例的经验，给出了最审痛的告诫。他说，前戏的最高金律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开始千万不要伤了他。这里的伤指的就是弄痛他。为什么？专家解释说，只要在亲密的一开始，女性的身体因为任何原因，比如干涩的摩擦，或者你过于粗鲁的动作，而产生了疼痛的感觉，这个负面的感觉就像一个幽灵，会一直干扰她后续所有的性欲。无论你后面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温柔的去弥补，再怎么用厉害的技巧去讨好他，那道疼痛的伤疤都会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潜意识里，让他那扇通往欢愉的大门再也无法完全打开。为了让你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一次的疼痛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再给你一个画面，请你把你们之间每一次的亲密都想象成是在一张完美无瑕的昂贵的纯白画纸上共同创作一幅美好的画。
每一次温柔的抚摸，每一次充满爱意的亲吻，每一次他开心的笑容，都像是在为这幅画添上一笔又一笔温暖明亮的色彩。你们的画本来可以是一幅充满阳光和花朵的杰作，但是就在某一次，因为你的心急，因为准备不足，因为干涩的摩擦而造成了那一下刺痛。这一下刺痛，就好像有个人拿着一把锋利的美工刀，在这张纯白的画纸上狠狠地、深深地划下了一道无法修复的刮痕。你可能很快就意识到错了，你马上道歉，你说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于是在下一次，你加倍温柔，加倍努力，你买来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颜料，你想用更多的色彩去覆盖那道伤痕。你画上了更美的花，更灿烂的太阳。从远处看，这幅画好像又恢复了美丽，甚至比以前更绚烂。但是只要走近一点，只要光线的角度稍微不对，那道凹陷下去的，在物理层面上已经破坏了画纸纤维的刮痕，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那里。它永远都在，它不可能消失。这就是疼痛记忆，它就刻在女性的潜意识里。即使她的大脑、她的理智在告诉她，她上次是无心的，她这次会很温柔，我要放松。但是她的身体还记得那道刮痕，她的身体记得那种被伤害的感觉。所以在下一次亲密的时候，当你的手靠近时，她的身体可能会在你完全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产生一丝丝的本能的抗拒和紧绷。那扇通往极致欢愉的完全敞开的大门，就在那一刻，因为那道伤疤的记忆而悄悄地自动地关上了一条微小的缝隙。这就是为什么你后面做再多，可能都感觉好像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无法让它完全的100%的投入和绽放，因为那道刮痕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这张画纸的完美。你后续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补救，而不是在创作。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从最外围开始，从那些最不敏感但能带来舒适感的地方开始，比如背部、手臂、大腿外侧，用大面积的温柔的抚摸，让它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然后再慢慢的、温柔的，像是在探索一座神秘花园一样，一步一步的向核心靠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严肃，但这真的是所有技巧的基础，是底线中的底线。其实啊，这并不代表整个过程不能充满激情。在采访中，专家也被问到一个很有趣的私人问题：那您个人是喜欢霸道总裁式的，还是温柔体贴派的？专家听了就笑了，他非常坦诚地说：激情还蛮好玩的，但是不能粗鲁。这句话说出了太多女生的心声。我们喜欢的不是单一的温柔，也不是纯粹的霸道，我们喜欢的是一种有互动的过程。有时候你主动，有时候我引导，有时候激情如火，有时候温柔如水。这种变化和共舞才是最让人着迷的，而最让人惊喜的是专家接下来的自白。他笑着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他说：哎呀，我们家都会有好几瓶不同味道啊、不同功能的润滑液。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当一位权威的妇产科专家像聊今天晚餐吃什么一样，轻松地说出自己家里随时备着好几瓶润滑液时，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润滑剂真的就是一个好帮手，它不是什么羞耻的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它
他就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懂得聪明的经营亲密关系的成年人，摆在化妆台上或床头柜上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保养品或智慧工具。专家的这句亲身实践，比任何科学数据、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说服力。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几个重点。第一，请记住前戏3部曲：亲吻、爱抚以及善用润滑剂，3者缺一不可。第二，润滑剂是你的神器，而不该是你的心魔。它不只是用来润滑，更能透过不同的香味，特别是温热感，来升温助兴，瓦解伴侣的心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最高原则，永不造成疼痛。记住那张白色画纸的比喻，任何时候都不要在你们的画作上留下一道无法弥补的刮痕。从微微开始，循序渐进，永远是通往美好体验的唯一路径。最后还有一个进阶的小提示，也别忘了女性的生理周期会影响她的状态。一般来说，在排卵期前后，女性的性欲和身体的湿润度都会自然提升。懂得观察和掌握这个周期，能让你更事半功倍。想学习更多这样真正有用的两性知识，让自己成为更懂伴侣的男人，就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你也知道，这种能把话说这么明白的内容真的稀有，随时都可能消失。所以除了订阅，也建议你立刻点赞保存。最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吧，我们一起讨论。